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拜伦。我曾经有一种严重的心理毛病，就是我会尝试去做最好的准备，找出所有的漏洞，就为了产生一个完美的计划，产生效益最大的行动。所以我会去等，实际上在结果上我会去等一个好时机，等到手边的事情完成，等到很多事情都已经来不及了，我还是没有做出什么计划，更不用说实际的行动。这可能也是导致我到现在碌碌无为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希望你不要产生跟我一样的结果哦。很多人都喜欢等一个好时机，等到孩子毕业，等到退休以后，等到那个有点玄妙的断点出现。在这个断点出现以前，我们永远有可以补强的计划，永远有做不完的事前准备。像这样的状况，一定多少有在你的身上出现过吧？这让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，浪费了很多时间。但是有超高行动力跟决断力，想到什么马上就做的朋友，也很容易撞得一头血。所以呢，这中间的尺度该如何拿捏呢？美国第65任国务卿科林·卢瑟鲍尔说，掌握所需的讯息不少于40%，不多于70%，你就应该要做出决策。他认为，如果我们掌握的讯息量少于40%，那么产生的决策品质堪忧，除了速度快，不具备采用的价值。如果掌握的讯息量多于70%，我们才愿意做决策，最终会导致犹豫不决，错失行动良机。而且资讯通常搜集不完，想做到完全掌握，这是天方夜谭。这种完美主义的倾向只会拖累我们整个行动的节奏，并不能够给整体结果带来显著的优化。而如果掌握的讯息量在40%到70%的区间内，则足够我们做出兼具速度跟品质的明智决策，不会因为资讯过载或过度准备而瘫痪决策的能力，造成迟迟无法采取行动的最后结果，同时减少错失良机的可能性。在有弹性空间的决策里面，能够做到4到7成的准备就好，而其中的但书类思考要有意识的减少。很多情境像要是、可是、但是、不一定，这种灰色地带犹豫不决、模棱两可的 maybe 类思路没有帮助。要考虑状况的话，要用二阶思维。二阶思维是如果 A 就 B 的 if 类思路，是直接以拟定应对方针的结果做的思考，具有实质意义。假设你准备自曝要跟心仪的对象告白，如果你是想要是他不喜欢我，可是我没有好看的造型，可是他不一定会答应我之类巴拉巴拉的东西，这些都没有帮助，徒增烦恼而已。但如果你考虑的是，如果他拒绝或是他答应之后，我该做什么，这里就有拟定应对方案的意义。你可以设想一个计划咯，甚至你可以预先做一些提高胜率的准备，做一次二阶思维的全图思考。也许最终你会放弃使用告白这个方法，选择其他的方式，让你们实质上心连在一起。同样的逻辑套用到阅读、学习、规划、事前准备、评估信心程度，在保有弹性的决策情境下都适用。准备到7成，把握有7成，就足够做决策、采取行动了。在行动中，我们也会得到新的讯息、知识和经验，这是在实际行动以后才能够得到的有效资讯。我们根据实际得到的有效资讯来调整方向，才会有实际的作用。当然，4到7是一个抽象的观念，多少是4，多少是7。我想应用在大家个人生活的思考方式上，是不需要太纠结的事情。这个观念的精髓是不要想等到掌握所有资讯才去做决策，不要想等到完全准备好才行动，不需要完美准备，不需要完美计划，你也可以做到高品质的成果。我们可能都看过不少人让自己觉得很可惜，他们都很有想法，却错过了大把能够实现想法的时间，或者你我其中就是那个让人觉得可惜的人。希望我们都能够从现在开始，不要让这种事情重演，尽可能不要错过能够实现想法的大好时间。我是拜伦，这期就分享到这边，希望可以给你带来一点点的帮助。如果还行的话，记得3连订阅留言，我们下次见喽。